大家好，这里是冰心讲故事。你快走吧，别赖在我们家了。听着儿媳冷冰冰的话，我整个人僵在门口，手里的行李袋像坠了千斤重。我不敢相信，这样的话是从我一手带大的儿子和他媳妇的家里传出来的。我低下头，似乎连门口的地砖都在嘲笑我。这还是我曾经为他们操劳了大半辈子的家吗？妈，你也别为难我们了。儿子一旁低声说道，眼神躲躲闪闪，像是不敢直视我的脸。我们小家庭也不容易，您一个人住也方便些，给我们腾点空间吧。话里话外全是推卸和躲避，我心里又酸又涩，不由得冷笑了一声。就这么多年了，我这个当妈的，退休工资每月12000，在别人眼里活得体面，没想到在自己孩子家竟然成了个累赘。阿荣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盯着他，声音微微颤抖着，但还是想保持最后一丝尊严。我有啥地方做错了吗？你们不想让我住，我可以理解，但好歹说清楚啊。儿媳妇张丽站在一旁，双手抱胸，满脸的不耐烦。她看了看儿子，又瞟了瞟我，一脸不屑。妈，话我们早就说清楚了。你看，咱们家就这么大个地方，孩子马上要上学了，得腾出一间屋子给他用。您年纪也不小了，是时候该去养老院享享清福了。我胸口一阵发闷，忍不住咳了几声，手攥紧了行李袋，指节有些发白。养老院？他们这是要把我赶去养老院？不行！我几乎是脱口而出，声音里透着一种倔强。我还没老到那种地步，我自己能照顾自己。张丽撇了撇嘴，显然对我的反应早有预料，冷冷说道，您现在可能还能自理，但谁能保证以后呢？再说了，您那点退休金足够去养老院了，咱们也不用操心了。张丽，别说的这么绝情。我心头怒火中烧，我这一辈子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点钱，难道就换来你们这一句打发我走？妈，您别生气，丽丽她不是那个意思。儿子阿荣赶紧打圆场，轻声哄着我，我们也是为您好，养老院条件好，您去了还能交点朋友，您在这里天天闷着，丽丽又要带孩子，照顾不过来，咱们都不轻松。我的目光在他们两人脸上扫过，冷静下来的那一刻，我意识到我已经不再是这个家的一部分了。儿媳的眼神冷漠，儿子的态度敷衍，那个曾经属于我的家已经不再欢迎我。好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忍着泪水，转身往门外走去。既然这样，我不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我走得很慢，似乎希望他们能叫住我，但直到我踏出家门，背后依然是一片沉默。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凉，脚步却依然坚定。我知道，我必须为自己重新找一条路。离开儿子家的那一刻，我心里百感交集。那些曾经的期望、幻想、亲情，现在全都如泡沫般破裂。我手里紧紧攥着的，除了自己辛苦攒下的20万积蓄，便是那份心如刀割的孤独。回到女儿家后，丽如看着我的神情，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她虽然是我女儿，但一直和哥哥阿荣关系一般。丽如性格坚韧，年轻时因为学业和事业的压力，她没少和我争执，但这些年她过得不错，婚姻幸福，事业也小有所成。每次她来看我，总会带些好吃的，也会劝我多为自己着想，不要总是想着儿子儿媳的事情。妈，您怎么突然过来了？他们没说什么吧？李如接过我手里的行李袋，一脸关切。我低着头，
抿了抿嘴唇，觉得这话不知该怎么说出口。没事，我只是想换个地方住住。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心里却酸得厉害。李如一看我这表情，哪还不明白？她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，递给我一杯温水。妈，您别跟我客气，阿荣那边是不是又说了什么难听的话？我没回答，心里一阵堵得慌，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。我强忍着，努力不让自己在女儿面前表现得太脆弱。李如叹了口气，轻轻拍了拍我的手。妈，您啊，总是心软，别人怎么对您，您还总想着为他们考虑。阿荣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您就别再操心了。要不您就干脆住在我这边，我和志军都欢迎您，家里地方大，您住着也舒心。他的话让我一阵暖心。李如的丈夫志军是个厚道人，工作稳定，为人也和善。他们的女儿圆圆已经上初中，成绩不错，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。这样的家庭氛围让我感到放松，仿佛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。如啊，我不是想赖着你们，我轻声道，只是我这年纪了，难道真的就没用了？阿荣那边，妈，李如突然有些急，阿荣那样的人，你还操心什么呢？他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，您辛苦了一辈子，难道现在还要受气？他不孝顺，不珍惜，您就别再委屈自己了。他的声音有些急躁，但我知道那是因为他心疼我。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，顺着脸颊滚了下来，手中的水杯差点没拿稳。妈，别哭了，别哭。李如赶紧搂住我，轻轻拍着我的背，您有我们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陪着您。在女儿的安慰下，我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，心里那份沉重的负担也轻了一些。是啊，我并不是孤身一人，我还有女儿，还有他们的爱。我应该放下那些不值得的负担，开始为自己活一次。那天晚上，我在李如家住下了。夜深人静时，躺在床上，往事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。年轻时的艰辛，儿子的出生和成长，辛苦供他上学，成家立业，所有的牺牲，换来的却是如今的疏离与冷漠。我不后悔养大了儿子，但我后悔自己过于依赖他，甚至在情感上一直期待他能够回报我。如今，现实狠狠给了我一巴掌。我必须承认，我不再是他们生活的核心，我只是那个曾经为他们提供了基础的母亲，一个在他们眼中已经过时的人。第二天，女儿李如带我去看了一些附近的房子，想让我在她家附近安顿下来。她的建议让我心里一暖，虽然她没有明确说出来，但我知道她是真的为我着想，不像儿媳那样满嘴算计。正当我们看房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儿媳张丽打来的电话。妈，今天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您走也不能白走。阿荣说您之前积攒的那100万，要不您留80万给我们。毕竟房子还在按揭，孩子教育也要花钱，剩下的20万您自己留着养老用，您看怎么样？听到这番话，我愣住了，心中复杂的情绪翻腾着。我没有立即答应，反而平静地挂了电话。我挂了电话，手有些发抖，张丽的话在我耳边一遍遍回荡。这100万本来是我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，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敢开口要走80万。我的心像被刀子割了一样疼，但我知道我不能再心软了。李如看我神情不对，赶紧问道：妈，谁打来的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叹了口气，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。是张丽，
他说要我把积蓄中的80万给他们，说是为了孩子和房子的按揭。李如听完后脸色一变，猛地站了起来。什么？他们还要你钱？简直太过分了！他们凭什么？难道你退休工资给他们的日子还不够了吗？他显然非常生气，语气里透着压抑不住的愤怒。妈，您辛苦了一辈子，供他们吃供他们穿，现在还好意思开口问您要钱？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他们就是看您心软，觉得您肯定会答应，才敢这么厚脸皮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低头看着地板，心里像打翻了5味瓶。是的，我曾经一直心软，总觉得阿荣是我的亲儿子，不管他做什么，我都愿意原谅。可现在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李如继续说道：妈，您别担心，我不会让他们这样欺负您的。我们家不差钱，您完全可以自己生活得很好，根本不用再管他们的事情。我点了点头，但心里的纠结依然没有消散。作为一个母亲，我始终无法完全放下对儿子的牵挂，可是再这样无休止的妥协下去，我还有多少余力去维护自己的尊严？几天后，我决定把这件事摊开讲。我打电话约了阿荣和张丽出来，在一家小饭馆见面。走进包厢时，他们俩已经坐在那儿了。张丽依然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，而阿荣则看上去有些尴尬。妈，您叫我们出来是为了那件事吗？阿荣先开了口，语气有些不自然。我坐下，直视着他们。是的，我想和你们好好谈谈。你们之前提的那个80万的事，我想听听你们的打算。张丽微微皱眉，开口就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妈，您也是知道的，孩子快要上学了，房贷压力又大，咱们小家庭真的很不容易。阿荣一个人赚钱，家里的开销都压在我们身上。你有100万的存款，留个20万自己养老够用了，剩下的给我们帮忙减轻负担，我觉得很合理呀。他说的那样自然，仿佛我这钱就是理应分给他们的一样。我心里又是一阵刺痛，但我知道这一次我不能再心软了。我冷静地看向他，张丽，我辛辛苦苦攒下的这笔钱是为了我自己养老的，不是为你们买房或者养孩子的。你们年轻，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拼搏，我没有义务继续为你们的生活买单。阿荣有些不安地看了看张丽，又低声对我说：妈，我们也不是说完全不靠自己努力，但现在确实有些困难。您也知道，丽丽平时带孩子，她没办法出去工作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外面打拼。我看着儿子，心里泛起一丝酸楚。他依然是那个我一手带大的孩子，那个曾经依赖我、爱着我的孩子。可是如今他的眼里多了一份我无法接受的算计和冷漠。阿荣，你要明白，父母的责任是把你们抚养成人，而不是一辈子养着你们。我叹了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温和一些。你们有了自己的家庭，作为母亲，我当然希望你们过得好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可以把所有的压力都推到我头上。张丽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，冷哼了一声：妈，您要这么说，那我们也没话好说了。只是以后别怪我们不尽孝，毕竟我们也有自己的难处。这句话如同一根尖刺扎进了我的心。他所谓的孝，竟然和金钱画上了等号。我的付出和牺牲，在他眼里只值几张纸币。我紧紧攥住手中的茶杯，手指微微发抖，但心里却下了一个坚定的决定。我不能再让他们这样轻易地利用我了。张丽，你可以这么想，
但我希望你们明白，钱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办法。如果你们继续这样，我只能做出我的选择。说完这话，我站起身来，不再多看他们一眼，转身离开了包厢。回到家后，我心情复杂，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也许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为自己考虑，而不是为别人牺牲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深吸一口气，感到一种久违的安宁。过了几天，李如和志军坐在我身边，他们也知道了我和阿荣的那次对话。李如轻轻握住我的手，妈，您做得对，这一次您该为自己活了。阿荣和张丽迟早会明白您的苦心。志军在旁边点了点头，妈，咱们以后不用再考虑他们的事情了。您要是想住得更自在些，我们帮您买个小公寓，随时可以搬过去住，您喜欢怎样就怎样。李如也笑了笑，对呀，妈，我觉得您可以考虑下退休后的生活，别再把心思全放在他们身上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心里终于放下了那块大石头。是的，我应该为自己活一次，毕竟这辈子我已经为别人付出太多，现在是时候为自己的幸福做出选择了。大约1个月后，阿荣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语气似乎带着一丝紧张，妈，最近我们手头实在紧，能不能借点钱？听到这话，我的心瞬间凉了一大截。他们并没有真的反思自己之前的行为，反而变本加厉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决定这一次我必须彻底斩断这种无休止的索取。阿荣，我没有多余的钱再借给你们了。我的声音平静而坚定，我已经做了决定，剩下的钱我要留给自己养老，你们的事情自己去解决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阿荣低声说道，妈，我知道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的心情复杂。儿子到底还是没能理解我的苦心，但我已经不再指望他了。经过这段时间的冷静思考，我决定把那100万的积蓄分配清楚。80万留给女儿李如，因为她这些年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我，而我自己留20万养老，这样也够我度过后半生。我知道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，但我不能再为了不孝的儿子牺牲自己的一切。毕竟这一辈子我已经为他们付出了太多，现在是时候把目光重新放回到自己身上了。几个星期后，我和李如一起去了银行，办好了所有手续。当我把80万转到他账户上的那一刻，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。女儿看着我，眼里满是感激和关心，妈，您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您的。我微笑着点点头，心中终于放下了所有的包袱。我知道未来的日子，我不再需要依靠任何人，我有能力为自己选择幸福。木木有声书提醒您，即将进入下一个故事。强占邻居宅基地1米，邻居不理，10年后2家日子过成了一天一地。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？这1米地是你们家的吗？邻居王大爷的声音刺耳尖利，犹如一根尖刺戳进我的心。我站在自家门口，手攥得紧紧的，不由自主地抬头看了眼我家那新砌的围墙。确实，为了让自家院子大一点，砖墙修的时候往邻居家方向多伸了1米地。那块地原本是他家的，我心里明白，可事情已经做了，覆水难收。老王，咱们这么多年街坊邻居，你至于为这么点事儿闹得不可开交吗？我硬着头皮笑着说道，心里却紧张得很。我知道王大爷这个人脾气暴躁，但从来不无缘无故找麻烦。这次明显是我的错，
我的理不直。他瞪着我，怒火从他眼中喷涌而出。街坊邻居，你占了我家宅基地1米，还让我闭嘴？谁家这么过日子？我告诉你，这事儿不说清楚，别想有好日子过。我妻子小芳从屋里出来，听见我们的争吵，赶紧拉住我。行了，行了，咱家确实有不对的地方，别跟王大爷吵了。他的脸上满是焦急，语气里充满了歉意。你看看你家媳妇都知道理，反倒你还在狡辩。王大爷愤愤的一甩手，要么你们把地还给我，要么我天天找你麻烦，看谁耗得过谁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的走了，留下我和小芳站在原地，互相对视，心里五味杂陈。那天的冲突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心头，久久不能释怀。我也想过要把那1米地还给他，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但自从那围墙修好后，我家院子显得宽敞多了，小芳也不止一次夸过，种菜方便，孩子们也有更多地方玩耍。我一想到要把围墙推倒，心里就很不情愿。何况家里这么多年的积蓄才勉强盖好这个房子，再砸钱修围墙，我实在不愿意。时间慢慢过去了，王大爷的态度也似乎有所缓和。每次我在院子里干活，他路过的时候再也不像之前那样大喊大叫，反而只是冷冷地瞟一眼，然后默不作声地走开。其实我心里明白，他只是懒得再跟我计较了，但心里的怨气肯定还在。邻居们都知道我们两家因为那1米地的事不和，街坊们看见我们打照面的时候，都会故意绕开话题，有时甚至露出尴尬的笑容。有的好心人劝我，小李呀，跟老王和和气气的好，毕竟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为了1米地，值得吗？我只得苦笑，是啊，都是老邻居了，真是不应该。说是这么说，可我心里清楚，那1米地现在对我家来说就是个底线，我绝不会主动把地还回去。小芳也时常提醒我，你看看老王现在多难过，他家那院子原本就不大，你还占了他1米地，我们是不是该想个法子补偿一下？我苦笑，补偿？怎么补偿？再花钱给他盖个院墙？现在我们自己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呢。小芳没再说什么，但我能看出来，她心里是过意不去的。她性子温和，和王大娘关系也一直不错。自从我们两家闹矛盾后，她也少了许多机会去串门。每次她提起王大娘时，语气里总是带着一丝遗憾和无奈。就这样，我们两家表面上相安无事，实际上关系却越来越僵。尤其是村里一有集会，大家都坐在一起吃饭时，王大爷和我始终隔着一张桌子，他从不主动跟我说话，而我也碍于面子，不愿意主动搭话。偶尔四目相对，他的眼神里依然充满了冷漠和不满。我曾试图让自己不去在意这些，毕竟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。可每次想起那1米地的事，我心里总是有点不踏实，仿佛一根刺始终横在那儿，没法拔掉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我们两家虽然没再爆发什么大的争吵，但关系也再没回到从前那种和睦。可是生活总是充满了意外。10年后的一个大雨天，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们两家的关系，也让我从未想到，这1米地的恩怨竟会在那时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。那天外面下着瓢泼大雨，我正坐在屋里看电视，突然听见院子外面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我放下遥控器，赶紧走到门口，心里疑惑，
这大雨天的，谁会来我家？门一打开，我惊讶地发现竟是王大爷。他全身湿透，头发贴在额头上，脸色苍白，双手颤抖着，急切地看着我。李兄弟，他声音沙哑，似乎在努力抑制着内心的情绪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一时愣住了，虽然我们关系不好，但见他这样子，还是忍不住关心起来。我孙子掉进了井里。他的话语颤抖得厉害，显然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。那口井是王大爷家后院的，平时没怎么用。我还记得王大娘经常抱怨那井太深，怕出事。现在听到他孙子掉进去，我哪里还顾得上其他，赶紧跟着他冲进了大雨里。当我们赶到王大爷家后院时，看到几位村里的邻居已经围在井口，神情焦急，手忙脚乱地准备往下放绳子。王大娘站在一旁，哭得几乎晕了过去，两个中年妇女正扶着她。井口狭窄，水位看上去不高，但已经听不到井里有任何声音，孩子似乎已经没了动静。我的心一紧，顾不上多想，立刻抓住一根绳子，示意大家把我放下去。你干什么？太危险了！小芳突然出现，拉住我，满脸惊恐。没时间了。我甩开她的手，咬紧牙关，孩子在下面等不了，我必须下去。我迅速将绳子绑在腰上，脚一蹬井口，身子慢慢降下去。周围的井壁又湿又滑，我几次差点摔下来，但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救人。即便我们两家有过节，甚至因为那1米地关系僵持了10年，但此刻那些争端和矛盾全都消失在我脑后。我只知道面前的是一个无辜的孩子，一个正在生命垂危的孩子。随着我一点点下降，井底的光线逐渐暗了下来，周围的空气湿冷的让我浑身颤抖。然而，当我终于看见那瘦小的孩子躺在井底，毫无动静时，我的心瞬间绷紧了。我紧绷的神经瞬间绽放开来，眼前的小男孩脸色惨白，浑身湿透，一动不动地躺在井底。我几乎听不到自己的呼吸声，唯有内心的焦急让我瞬间出了一身冷汗。小宝，小宝！我试探性地喊了几声，但他没有任何反应。没有时间犹豫，我迅速蹲下身，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，微弱，但还活着。老王，绳子放下来，快放绳子！我仰头大喊，声音带着颤抖。来了，来了！王大爷的声音急切而又焦虑，紧接着井口上方的邻居们合力将绳子放了下来。我手忙脚乱地将绳子牢牢绑在小宝的腰间，确保绑结不会松开，然后使劲拉扯了2下，拉，赶紧拉上去。随着绳子一点点往上升，小宝的身子慢慢离开了井底。我仰着头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生怕绳子会突然松脱。王大爷、王大娘和小芳都围在井口，焦急地等待着小宝上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当小宝的身影出现在井口时，王大爷几乎是扑了过去，双手颤抖着将他抱了起来。小宝，小宝啊，你可别吓爷爷！王大娘哭得泣不成声。孩子，醒醒啊，老天爷保佑我的孙子！邻居们也围了上来，七手八脚的帮忙把小宝瓶放在地上，有人赶紧喊来了村里的医生，大家的脸上都充满了紧张与担忧。我趴在井壁上，感到浑身力气瞬间被抽空。虽然孩子已经被救上去，
但我自己还没能爬上去，脚下的井壁又湿又滑。我咬着牙，正打算试着攀爬，忽然听见上面有人喊：“李兄弟，绳子还在，你再系好，我们拉你上来。”我松了口气，伸手抓住绳子，重新绑好腰间。随着绳子一紧，身子缓缓被拉了上去。李哥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小芳冲上来，紧张地打量着我，眼里满是焦虑。没事，没事。我勉强笑了笑，身子湿得几乎滴水，但心里却感到一丝安慰。此时的小宝已经有了微弱的呼吸，村里的医生正在对他进行急救，所有人都松了口气。王大爷站在一旁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声音颤抖得不像往日那个强硬的邻居：“李兄弟，这次真是多亏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孙子肯定没命了。”他声音嘶哑，眼中闪着泪光，紧握住我手的力道让我有些不知所措。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子，那个曾经因为宅基地问题和我闹得不可开交的老邻居，如今显得脆弱无助。他的感谢如此真诚，以至于我一时间竟有些语塞。老王，别说这些，孩子没事就好。我赶紧摆摆手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都是街坊邻居，谁碰上这事儿也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李兄弟，你这次真是救了我们家一命啊！王大娘眼里噙着泪，声音哽咽着，一直握着我妻子的手，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感激。别说谢了，赶紧先送孩子去镇上医院吧，医生也说了，必须尽快。小芳也赶紧催促着，一旁的邻居已经准备好车。整个过程虽然忙乱不堪，但我能感觉到一种微妙的情感在空气中流动。王大爷一家对我们的感激，我们对他们的关心，似乎在那一刻让我们10年前的矛盾彻底消失了。以前心中的那根刺，不知不觉间开始淡化了。小宝被送去医院后，村子里重新恢复了平静。我和小芳坐在自家院子里，雨已经停了，空气里还带着湿湿的泥土味。我靠在椅子上，脑子里还在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，仿佛梦境一般。小芳轻声叹了口气，今天真是有惊无险啊，还好小宝没出大事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我应声道，心里依然有些没缓过来。老王一家对咱们的态度也变了。小芳若有所思地说着，目光看向隔壁那扇木门。我点点头，是啊，10年的心结终于解开了。就在我们沉默之际，院门突然被轻轻敲响。我一愣，抬头一看，竟是王大爷。他站在门口，手里提着一袋水果，脸上依然带着些许疲惫，但眼神里透着感激与歉意。小李、小芳，这么晚打扰你们，不好意思啊。他略显拘谨的开口，往前走了2步。老王，客气啥呢？快进来坐吧。我连忙站起身，迎上去招呼。王大爷坐下后，抬头看了看我，沉默片刻，才低声说道：“今天这事儿真是让你们费心了。10年前咱们俩家因为那1米地的事儿闹得不太好，我现在也明白了，很多事其实没必要那么执拗。”我没想到他会主动提起这件事，一时间有些意外，但随即笑了笑：“老王，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，咱们也别再提了。以后咱们2家好好过日子，街坊邻居的，何必为这点小事伤感情呢？”王大爷点了点头，似乎松了口气：“你说的对，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。今天你下井救我孙子的事，我一辈子都记在心里。这份恩情
我还真不知怎么报。老王，都是邻居，别说什么报恩不报恩的，这都是该做的。小芳在一旁笑着插话，你家小宝没事儿就行，大家都高兴。王大爷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抬头看着我，小李，我在想那1米地的事儿，咱们要不重新商量一下吧？反正现在我也觉得没必要再为那点地斤斤计较。要不我把宅基地的事交给村里处理，看怎么个合适的方案。听他这么说，我心里一震，没想到他竟会主动提出解决宅基地的事。这件事在我心里压了10年，今天他一开口，我反而有些不知所措。老王，你这么说真是让我有点意外呀。我挠了挠头，其实我也早就想着这事儿该解决了。咱们都不容易，不如就按照你说的，找村里评评理，定个合适的方案。王大爷欣慰地点点头，脸上的紧绷终于放松了。好，明天我就去找村委会的老吴，这件事早点处理，大家心里也就踏实了。这场因为宅基地而长达10年的矛盾，最终在一场危急的救援中得到了化解。那一天，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有些事放在心里太久，往往会让人误以为重要，可当真正面对生死攸关的时候，才发现那些事不过是浮云而已。强占邻居宅基地1米，邻居不理，10年后2家日子过成了一天一地。下面我还有另一个故事要给大家分享。我在陆家做了20年保姆，兢兢业业，从没出差错。可昨晚陆太太喝了我准备的牛奶，过敏窒息进了医院。我在门外跪了一夜，右腿废了，成了瘸子。全京城都知道陆先生是宠妻狂魔，我做出错事还能活着就是运气好。1个星期后，我在陆先生的西装口袋发现了购物小票，正是导致太太过敏的芒果。陆太太对芒果过敏很严重，就连家庭聚餐时，老先生家也不会出现。所以我在陆先生的口袋拿出购物小票时，以为自己老花眼，又看了好几次，真的是芒果。那晚太太就是喝了滴了芒果汁的牛奶，才会过敏窒息。尽管我已经50岁，见过大风大浪，依旧是打着战。为了娶陆太太，陆先生不惜和家族为敌，还承受过老先生的几十鞭。凡是有人说陆太太是心机拜金女，陆先生都会不择手段，让他们闭嘴。我不敢想会是陆先生故意让太太过敏。那晚进医院后，我被几个保镖摁住，在门外跪了整整1夜。寒冬腊月，跪在石子路上，又冷又疼。我一把老骨头，还被人指指点点，这老东西算是命大了。谁不知道陆燕是宠妻狂魔，做错事还有条命，算他运气好。这么年轻，哪有50岁的样子？指不定在主家偷了多少东西呢。听说他是陆老先生用惯了的，儿子结婚才舍得把最贴心的保姆派给他，说不定是和陆老先生有一腿，被发现了赶出来的呢。看他长着双狐狸眼，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为老不尊。我没想到自己都已经是黄土埋半截的人了，还要被造黄谣。我仰起头，愤怒地想要辩驳，又想到在家做家庭主妇没有经济来源的女儿，咬了咬牙，生生将这口气咽进了肚子里。天光大亮，陆太太悠悠转醒，我才被允许起身。踉跄了2下，我一下摔倒，右腿麻木，废了。外面轰隆隆的雷声一个接一个，配合着脑海中的场景，我忍不住叹了口气。林姨，怎么了？陆太太睡眼惺忪，站在洗衣房歪头看我。
陆燕还没回来吗？我攥紧那张小票，慌乱地扔进了垃圾桶，低着头，先生刚回来，在洗澡。陆太太到底是年轻，脸上掩饰不住的失落。她轻轻哦了一声，强颜欢笑，对我扯了个苦笑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张了张口，什么也没说出来。陆太太最怕打雷，以往不管在忙什么，陆先生都会寸步不离地陪在她身边。那我在这坐一会儿吧。陆太太裹了裹睡袍，坐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。我点了点头，利落地将衣服整理好。就在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想的太多时，手上陆先生刚换下来的衬衫散发出浓浓的玫瑰香味儿。我不可置信地捧着衣服，凑到鼻尖又闻了一次。前调是西柚，中调是玫瑰，尾调是白麝香。总之，不是陆太太常用的柑橘味儿。林姨，陆先生清冷的声音蓦地响起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我抬起头，正和刚洗完澡的陆先生对视。我后背透着刺骨的寒意，身后是陆太太不解的目光。她正伸着双臂，娇俏地想挽先生的胳膊。我低头颔首，酒味有点大，我在想用什么洗衣液。话毕，我立即将衬衫放进水盆，手却控制不住地发抖。回身那一瞬，我的笑容僵住。当初要不是陆太太替我求情，我废掉的就不止一条腿了。我睡不着，上礼拜跪得太久，受凉严重，胆囊炎犯了，疼得我满头大汗。吃完药天都快亮了，索性起床出门晨练。正好遇上了门卫老张，他一边笑话我瘸，一边要背着我。见我闷闷不乐，他开始找话题：“你说咱陆总魅力真大，都结婚了，还有小姑娘上赶着来。”我敷衍地嗯了一声。平时送个饭菜便当的就算了，上礼拜居然还有人来联姻。我停下脚步，睁大双眼。见我有兴趣，老张说得更起劲了。他连说带比划，还是豪门千金嘞，就是做房地产的下家。你说这做父母的怎么想的呢？明知道陆总都领证了，还往这凑，什么时候来的？我问。老张掰着手指头算了算，一拍脑门，就陆太太住院那晚。你们走了，夏家和陆先生一起来的，半夜了夏家才走。只不过我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急得不行。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夏家小姐好像还挺高兴的。按理说都知道是要联姻，陆先生应该是把他们赶出来才对呀。我站在原地愣了很久。我汤里还炖着锅呢，我先回去了。陆太太是从福利院走出来的孩子，努力上进。她为了嫁给陆先生，吃了不少苦。很多人骂她拜金不要脸，可我知道她是真心爱陆先生，才会为了陆先生放弃自己的梦想。而且她心地善良，过敏抢救后第一件事就是问林姨怎么样了，是不是食物中毒。我迫切地想回家查清楚这一切，没想到等我到家时，陆先生两人正在吵架。宴会明明是携家眷参加，所有人都去了，唯独我。陆太太哭得梨花带雨，要不是杨烨说漏嘴了，我还不知道。陆燕，你是觉得我拿不出手是吗？所以才瞒着我，让我当个傻瓜。圈里所有太太都嘲笑我，我就像个小丑。我愣在门外，看着他，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女儿受委屈，心里难过。正当我鼓足勇气想劝陆太太时，陆先生揉着眉心，凛声：“是我不想带你去吗？大家都是借着宴会谈合作谈项目，你一个学传媒的，能帮我什么？”他看着太太哭，十分不耐烦：“
是，你是优秀的主持人，所以你准备在我们谈合作时上去表演个朗诵助兴。陆先生扑哧一声笑了，酒你尝不出来牌子，衣服也看不出名贵，就连高尔夫你都不会打，你说你去干什么呢？他长得英俊，个子又高，说这话时像是在开玩笑，可我清楚地看见太太的身子晃了一下，她顺势靠在墙上，豆大的泪珠落下来后苦笑了一声。我突然想起了女儿前天打来的电话，她眼里无神，妈，我想离婚。她每天回家第一件事不是看孩子，而是和我算账，算我每天把钱都花在哪里。当时我斩钉截铁，小宋这孩子忠厚老实，是你的依靠，以后妈死了，他能照顾你，坚决不能离婚。现在我突然有些后悔了。太太，我走上前扶起太太，她穿着纯白睡衣，身形瘦弱的像在里面晃。我做了早饭，我想扶着她离开这一片狼藉，可陆太太脸色苍白，浑身无力，依旧强撑着举起了手机。陆燕，所以这就是你带别的女人赴宴的原因。照片上，一个明媚的女人正挽着陆先生的手臂，身旁围着一群人正在寒暄，两人看上去登对又刺眼。你调查我？陆先生第一反应不是慌张，而是愤怒。他抢过手机，苏南，你居然调查我！陆太太一直哭，哪怕我伸出手，一直在给她擦眼泪。僵持了很久，谁都不想退步。我害怕陆先生，但实在心疼，还是鼓足勇气。先生，太太胃不好，这样下去恐怕……当年陆先生爱上太太，追求时，因为家庭差距大，太太拒绝了他无数次。可陆先生抛弃了一切，一心只想和他在一起。被陆家赶出家门后，为了养陆先生，年仅20岁的太太一天要打几份工养他，根本没时间吃饭。从那便伤了胃。我低眉顺眼，看着陆先生的脚尖，不敢抬头。几秒后，陆先生松了口气，像是妥协般将太太捐进怀里。我和夏之许只是逢场作戏，合作共赢而已。大家都是为了家族利益，没有感情的。他缓和了几分，你别胡思乱想，要是实在无聊，就去找点事做，好吗？我见气氛有好转，便转身退了出来。可我一出门，就看见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上放了一根验孕棒，上面鲜明的2道红色，让我心头一惊。所以昨晚太太一直在等他，是想告诉先生这个好消息。可是如果真是陆先生为了光明正大的和夏家约会，而故意让陆太太过敏，还窒息险些丢了命，光是想想我就浑身战栗。我正纠结的不知如何是好时，听见太太撕心裂肺的哭喊声：陆燕，当初是你求着我嫁给你的，在你眼里，我看上的是你家的臭钱吗？你既然觉得我配不上你，好啊，我们离婚，现在就离婚。离了婚，你就能和夏家那个贱人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。他现在做的事和小三有什么区别？而你冠冕堂皇的话，无非是为自己恶心的人渣本质。啪！响亮的耳光声响起，我迅速冲过去，却忘了自己的右腿已经废了，一下摔在地上。我听见陆先生说：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话？没有我你能住豪宅开豪车，没有我你一辈子，不，下辈子也过不上这样的日子。你每天养尊处优，不都是因为我博来的？我警告你，别因为夏之许的事上纲上线，没完没了。我艰难地起身，陆先生已经打开门走出来，他一边穿外套一边：还有，
别让我听见你在诋毁夏之许。夏家虽然不及我们陆家势大，但同样得罪不起。你在家认真反思，不然下个月的婚礼我们也别办了。”陆先生站在落地窗前，朝楼下保镖挥了挥手。他穿着妥帖、没有一丝褶皱的西装，居高临下地望着我，笨手笨脚，走个路都能摔倒。我不敢说话，要不是陆太太替我求情，我也许不会再出现在这里。现在，哪怕我讨厌陆先生，也不能离开。如果我走了，那陆太太就真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了。于是我俯身顺势为陆先生擦了皮鞋，低眉顺眼道：“先生慢走。”陆先生冷笑一声，大步离开。屋内，陆太太双眼无神，抱着膝盖坐在地板上，她长发凌乱地披在肩上，脸颊高高肿起一大片。我拿着披风裹在她身上，她扑在我怀里，一言不发。安静了很久后，林姨，我想睡一会儿，你也去休息吧。我不放心，站在门外听了很久，生怕太太想不开。几分钟后，屋内传来了窸窸窣窣，像是在收拾东西的声音。直到中午，陆太太才起身。我给她搬了摇椅，她就靠在摇椅上，看着落地窗外。我知道她在等谁。以往陆太太一委屈，先生都会放下一切来哄她。在我还跟着陆老先生时就是如此，甚至那时，陆先生还因为太太受委屈，在老宅和老先生大吵一架。如今不过短短2年。林姨，陆太太双眼红肿，气若游丝。生孩子疼吗？我回想后，疼。生我女儿时，她爸爸还在工地上。我当时一个人在产房，哭爹喊娘，差点以为自己要死过去了。太太你以后别叫我太太了，叫我苏南吧，或者南南。他勾了勾唇，又问：“那你一个人把他拉扯大，累吗？”“累。”我认真回答。他爸在工地上摔下来死后，我觉得我好像这一生都在为女儿活。回想起往事，我目光游离，随后看着苏南尚且平坦的小腹说：“如果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我不会生下他。不是因为单亲妈妈的日子太苦，而是我不想让女儿再过这样的生活。”苏南看着楼下空旷的庭院，拉着我的手，轻声：“林姨。”他眼睛湿漉漉地望着我：“我饿了。”我高兴地应了一声“哎”，连忙盛出汤和菜。刚端上桌，门突然开了，我以为是陆先生回来。“你好，我上次把口红落在卧室了。”女孩画着精致的妆容，笑容大方又明媚。“可能掉在床头缝隙里了，算了，我自己去找吧。”说着，她自顾自地走进来，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样子。苏南站在客厅手足无措，还没开口，就脸色惨白地捂着肚子晃了一下。“谢。”我轻声道，立刻招呼楼下保镖上楼。“快，给陆先生打电话。”“这位小姐，请问你有什么资格擅闯私人空间？”我一边扶着苏南，一边质问：“这是陆家，要是因为你的冲撞让太太有什么意外，那怎么了？”女孩满脸无所谓地耸了耸肩，她这不是还喘着气？再说了，一个没有靠山的孤女，真以为傍上陆燕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？她轻嗤一声：“不就是认识陆燕早一点，年少轻狂的情谊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宝了。”苏南靠在我怀里，我使劲搂着他的肩：“没事的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”他嘴唇干裂，说不出话，只有眼泪扑簌簌地往下落。我看着他生无可恋的样子，安慰道：“别怕，先生回来一定会给您撑腰的，一定会没事的。
夏之许毫不在意，轻车熟路地走进卧室，随手将黑色包装的口红扔进包里。他掏出手机，发着语音：“小陆总，口红我拿走了，就是你家小娇妻不知道在演什么，这么老套的偶像剧情，演起来没完了。”最后他又说：“你家保姆还威胁我呢。”算了，没劲。我刚买了私人飞机，准备去谈合作，你要不要为陆家也争取一下？我听着楼下救护车的声音，紧绷的身子放松了些。我捂着苏南的耳朵，救护车来了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可就在夏之许走出门那一刻，手机里传来陆先生的声音，他语调缱绻：“行啊，那委屈夏小姐来接我一趟。刚好空运来的红酒到了，一起尝尝。”只一瞬，苏南眼皮轻颤，将脸埋进了我的怀中。手术室外等了很久，陆先生到底是没有来。妈，今天带女儿出门玩了，很开心。我坐在长椅上，看着女儿发来的视频。她知道我工作不能随时接电话，会经常录视频给我看。我看着屏幕上的外孙女开心地滑滑梯，也跟着笑了起来。可一瞬间，我突然瞥到女儿的膝盖上有血痂，看上去是刚擦破的。我一时着急，给她打去了电话。没事的，妈。我就是骑电动车时不小心摔了一下。女儿笑着回答：“你最近怎么样？累的话就休息休息。”我怕她担心，隐瞒了自己右腿废了的消息，决定还是瞒一天是一天。安静了几秒，我听见电话那端传来了轻轻的啜泣声：“妈，我好想你，我好累。”女儿声音很轻。这种丧偶式的婚姻，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。宋晨断定了我带着孩子离不开他，平时不看女儿就算了，对我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他还说：“我知道你觉得我应该待在婚姻的避风港里，但是没有的。”我鼻头一酸，打断他：“你可以离的。”又是长久的安静。我补充道：“既然不开心，就离婚。以前是因为我自己带孩子这么多年太辛苦，总担心女儿孤身一人过得不好，才不希望她因为各种小事吵着离婚。如今我才明白，被困在婚姻牢笼里的永远只有女人。”苏南醒来时，我刚挂了女儿电话。孩子保住了，孕妇体质差，加上情绪波动大，才会有先兆流产的症状。医生一字一句，我盯着病床上虚弱的苏南愣神。孕妇的个人意愿是想保住这个孩子，那么先卧床静养，观察看看。我道了谢，坐在苏南床边。他醒后非常平静地喝水吃饭。天气好时，偶尔让我推着他去外面转一圈，也会微笑着问我怀孕和生孩子的事。我没有问他的打算，他也没问过我陆先生来没来过。住院保胎的第7天，陆先生才有消息。他打来电话时，苏南刚刚害口吐过一次。怎么没在家？还没闹够？陆先生不分缘由就开始指责。我真没想到你为了争风吃能演出这种事。见苏南不说话，他怒气更盛。夏之许是大家闺秀，你这些小家子气能不能别带给别人？你能不能和别人的太太学学？苏南眼神平静，没有像从前一样伤心欲绝。他语气十分平静，像在和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对话。陆燕，我过敏窒息那天，你和夏之许在家里干什么？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手中的苹果一下削断了皮。太难你。苏南笑着看了看我，拍了拍我的手，示意我没事。继续问，你带他去了卧室，你们在我们的婚床上睡了吗？
他自顾自的。我那天收拾东西，在床头缝隙里发现了蕾丝内裤，黑色的。陆先生很长时间没说话，只能听见电话免提传出有些粗重的喘息声。苏南就盘着腿，神色自若地盯着我手中的苹果，等待陆先生应答。最后，陆先生声音轻颤：“我们晚上见面再说吧。”我可以解释。好。苏南把苹果分成2半，递给我一半，随口应答后关了手机。等晚上回家，我才发现摆放在书房里所有的奖杯都不见了。不光我发现了，陆先生也发现了，所以他站在门外，像个手足无措的孩子。南一进门就抱住苏南，像以往的每一天一样。他轻声呢喃道：“我和夏之许就是家族利益牵扯，那晚他借口说衣服湿了，所以我一回家就看见家里你的东西都打包收拾好了，我还以为自己要失去你了。”陆先生眉眼温柔，看着苏南的眼神含情脉脉。我心里是你，你才是我合法领证的妻子。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我低着头，盘算着辞职后去接女儿和外孙女，到时候是租个大房子还是买个小房子。本以为苏南经历这一遭会斩钉截铁地提离婚，毕竟他早已经收拾好了一切。可没想到他会握住陆先生的手：“那你以后注意好分寸。既然现在还有求于夏家，那我们婚礼再延期吧。”苏南一身棉麻白裙，脸庞白皙又清秀，她微微一笑：“我想通了，既然我嫁入豪门，就要做好这种准备。从前是我争风吃醋，给你添麻烦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做你身后的女人，坚实的护盾。”我看着两人情意绵绵的样子，目瞪口呆，一时连手中的行李箱都忘了收拾。直到陆先生最后问：“那你们最近去哪里了？”苏南她怀孕了几个字在我的嘴边呼之欲出。苏南抢先回答：“在酒店待了几天，林姨一直照顾我，没事。”我不理解她在想什么，只能顺从地点了点头。我突然有些害怕女儿也在男人三言两语的哄骗中选择妥协。余生可太漫长了呀！我连夜联系了女儿，她告诉我提离婚并没被拒绝，因为宋晨打心眼觉得女儿带着孩子根本不可能会真离开他，只是赌气罢了。甚至他还说，如果女儿在冷静期期间后悔离婚，要赔偿他10万损失费。我悬着的心放下了一点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便准备提出辞职。林姨，这是我精心准备的菜谱，你来看看。苏南身穿大红裙，容光焕发。她拿着手写的纸张：“早午饭以后我来做，晚饭的话我睡得早，可陆燕回来的晚，就辛苦你了。”我抿唇开口：“可是过敏的事，对了，林姨，一会儿把我的东西都搬到另一个卧室吧。”他摸了摸身上根本不存在的鸡皮疙瘩，我总觉得睡在那张床上身上痒痒的。我瞥了眼菜谱，嘴里的辞职瞬间堵在嗓子眼。海鲜、啤酒、橙子、螃蟹、柿子、豆腐、蜂蜜、人参、萝卜，我不由自主地吞了下口水。林姨，你刚刚想说什么？苏南看着我，目光温柔。他走近后抓着我的手：“我知道有些辛苦，你要是觉得累，我可以给你发一大笔不辛苦的。”我打断：“你放心吧，先生吃的，我一定会挑选上好的食材。”我盯着自己毫无知觉的右腿，将那张纸叠得整整齐齐，揣进了自己的口袋。苏南不再像从前一样每天安静地画画看书，而是开始认真钻研起了厨艺。
开始陆先生还会按时回家，哄他开心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见他并不会胡搅蛮缠，质问他衬衫上的口红印记，也不会打听他和谁参加了晚宴，便不怎么回家了。我有次出门买菜，还偶遇上了陆先生带了礼物去了夏之许家，甚至在保姆群里，我听说陆先生开始招聘新的保姆，去他新购置的宅院。他舍不得惊艳他年少的白月光，也舍不得和他门当户对、身价匹配的朱砂痣。我尊重你才叫你一声妈，说好听点，你是保姆，说到底你不就是伺候人的下等人。接到电话时，我正和苏南坐在一起剥螃蟹。我皱着眉，看着屏幕上闪烁的宋晨2个字，你闺女抽风想和我离婚，就因为我下班没时间陪她，没时间看孩子，这不是纯纯有病吗？离了我，她上哪再找我这样的男人？谁愿意要一个带着拖油瓶的二手货？你抓紧劝劝她，明天冷静期结束可就。我女儿不需要男人也能过得好好的。我学着苏南的样子，语气严肃，倒是你现在住的房子是我为女儿购置的婚前财产，买的家具你可以全部搬走，不搬走我也是要找人砸掉。而且我看了眼手机，你刚刚说的话我都录音了。你要是敢为难他，我就把你说的这些话发到你单位，让你的领导看看你这个人人性多么可恶。那端传来玻璃杯摔碎的声音，几秒钟后电话被挂断了。我长舒了一口气。女儿没有亲人，所以我总担心我死了没人照顾她。这些年我一直对宋晨客客气气，就是希望他能对我女儿好一点。可我没想到男人婚后竟这么不值一提。林姨，苏南看着我，眼睛亮亮的，你好帅啊。包完满满一大碗蟹肉，已经是9点了，真材实料，金黄诱人。楠楠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做。我摘下围裙，打开冰箱，准备做苏南的晚餐。螃蟹寒凉，孕妇不能吃螃蟹，尤其还是没做稳胎的孕早期。吃面条吧。苏南双手托着脸颊，对我撒娇，加2荷包蛋。我本想说做点更营养的，但看着他这副模样，笑着点了点头。吃饱后，苏南开始一边穿大衣一边打电话：陆燕，你在哪？秒接后，说话的却不是陆燕，而是夏之许。他丝毫不顾忌，谈完合作，陆燕喝得有点多，现在躺我腿上睡着了。夏之许语气高高在上：怎么了？你有事吗？要是以往的苏南早就爆炸了，可他穿衣服的动作并没停止。你给我发个位置，他喝完酒不吃东西会难受。我亲手做了晚饭，现在给他送去。那端一片起哄声：不是吧，陆哥怎么训的老婆这么贤惠？快教教我们。啧，真是家有贤妇，夫复何求啊。哎，还是这种女人好拿捏，没钱没背景，陆燕就算玩出花来，她也不敢提离婚。夏之许，你现在知道和人家的差别了吧？看人家多有气度。夏之许不屑道：妻，我堂堂夏家千金，家里好几个保姆，还用得着我来做饭？真是土包子，穷惯了。苏南也不生气，嘱咐一定要发位置给他。我不放心，跟着苏南一起去了。到时场子已经散了，夏之许也不知道怎么也离开了。而陆燕正在被众人吹捧，说他左拥右抱，羡煞旁人。陆燕，吃点吧，我亲手包的。拌满了蟹黄的面，陆燕靠在车上没几口就吃完了。
剩下点黄澄澄的汤底，苏南也轻声细语哄着他喝光了。黑暗中，苏南的眸子格外清澈。2个月后，女儿带着外孙女在租的房子定居，我白天在陆家，晚上做完饭便回家带孩子。生活平静，没有波澜。除了阴天下雨，我会忍不住盯着那条废了的右腿流泪。做 NT 检查时，我和苏南在医院居然偶遇了夏之许。他抚摸着自己的小腹，满脸幸福。我没当回事，毕竟苏南最近情绪一直很稳定，没有再表露出情绪低落的样子。可他现在却突然发疯一样冲上去，一把扯住夏之许的头发，撕心裂肺喊道：“你这个贱人，居然怀孕了！我跟你拼了！”我提着产检包，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到，回过神来，才冲上去抱住了苏南。别冲动，南，别冲动！苏南完全失控，又哭又喊，扯着夏之许的头发，抬手就要去扇他的脸。直到一个身形瘦高的男人出现，他阴沉着脸，推开苏南后，紧紧将夏之许护在怀中。老婆，你没事吧？老婆，我和苏南齐声。苏南被推靠在我的怀里，在看见男人的脸后，他紧绷的身子瞬间放松。苏南后知后觉地捂着自己微微隆起的肚子，不停地抚摸着。伤我老婆，我要让你牢底坐穿！男人压着声音，脸色可怖。我安抚好苏南，站到夏之许面前，毕恭毕敬道：“夏小姐，上个月你落在我家的东西，现在要我帮忙送过来吗？”夏之许发丝凌乱，脸色苍白，他讨好地看着身侧的男人：“没事的，老公，是误会。我们走吧。”回家路上看新闻才知道，夏之许和外地突然落户最有权势的大佬闪婚了。他终于如愿以偿，傍上了富豪。可他不知道，这位大佬已经在外地结过4次婚。他之所以搬来京城，是因为他患有艾滋病的消息在外地瞒不住了，才举家搬迁，将公司全部落在了京城。女儿见到照片指认时，斩钉截铁，就是他，绝对错不了。这件事就连宋晨这个小喽啰都知道。好多员工高薪都不想在他公司上班了，生怕传染上。不过花了很多钱封锁消息，虽然现在京城的人不知道，我估计瞒不了多久。我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苏南，他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开心，只是淡淡一笑，就算没有夏之许，还会有张之许、李之许，对陆燕来说都一样。他的爱就是这样不堪一击。他面目柔和地站在厨房，一边将豆腐和蜂蜜掺在一起。林姨，我记得你家姐姐学幼儿教育的。苏南嫩如葱白的手指晃动着，我想高薪聘请她来给宝宝做早教。我错愕道：“陆燕，陆先生不是不允许外人。”苏南温婉地将脸颊的碎发别到耳后。婉儿，林姨。他看着偌大却空旷的客厅，以后我说了算。夏之许闪婚后，陆燕短暂地回归了家庭。就在他享受温馨氛围时光的1周后，陆燕第一次犯了病。在一个清晨，她直接一头栽在了地上。等送去医院时，却被通知身体已经被掏空了。她的听力下降，面部生斑，腹胀难忍，还得了皮炎和痛风。虽然都不是特别严重，但这些小毛病同时出现，陆燕的身体根本受不了。你身体发生的变化自己感觉不到吗？医生问他时，我谦卑地站在身后。这些日子，我每天都在认真地做家务，打扫卫生，不允许地上和枕头上有一根发丝。为了陆燕的身体，
我每次都会在他饭后想腹泻时，及时送上快效药，还为了不影响他交际应酬，取消了家庭医生的探视。我一边安抚着哭泣不止的苏南，一边看着陆燕说：“没有。”陆燕的病来势汹汹，1个礼拜，整个人就坐了轮椅。为了方便照顾她，苏南还是决定将她带回家，亲自照顾。他依旧每天微笑着，和我一起做营养餐给陆燕吃。陆燕，你手机上搜索的消息我都看见了。他半蹲着，一勺一勺塞进陆燕嘴里。芒果过敏的人吃多少不会丧命？我心里一沉，原来他早就知道了。苏南自顾自地说：“就因为你让我出门逛街，我不想去。你为了让我腾地方，就用这种方法。陆燕，你害得我好苦啊！”说着，他突然近乎疯狂地把乱七八糟的食物一股脑倒进他嘴里。陆燕眼睛突然亮了起来，她用尽全力将嘴里的东西往外吐。她尝试着往楼下招手，我站起身，一瘸一拐地走到窗前，在陆燕万分惊恐的目光中拉上了窗帘。紧接着，他想拿手机：“陆燕，你要找谁？”苏南轻而易举够到后，漫不经心地晃了晃：“报警！现在全京城都知道你陆少病了，只有我这个妻子不嫌弃你在外面乱搞，尽心尽力地照顾你。”“哦，你是想打给老爷子？老爷子刚拨给我一波贴身保镖，让我务必照顾好肚子里的金孙。”陆燕紧紧盯着苏南微微隆起的肚子，她挣扎着，却一下跪在了地上，狼狈至极。苏南足月时，陆燕已经完全说不出话了。她每天在轮椅上呜呜喳喳地瞎比划，却没人愿意靠近她。所有人都知道她婚内乱搞，病了以后，他的妻子却依然用尽全力在照顾他，不嫌弃他。怀着陆家骨肉，连久病在床的陆老爷子都心心念念地记挂着。林姨，这间房子给你家姐姐住吧。苏南挺着大肚子，满脸富贵相，他指着陆燕曾经的主卧，到时候你也搬来这间，方便照顾外孙女。还有，夏之许得了脏病，真该让陆燕和他老情人再会面。可惜陆燕没有绳子捆着，坐也坐不住了。我笑了笑，轻车熟路地往面里打了2个荷包蛋。南，快来吃饭。苏南容光焕发，来了。生产那天，我和女儿都陪在她身边，足足疼了13个小时才生下来。我光是看着苏南，都急得满头大汗，快要晕过去了。母子平安。听到这句话时，我一下晕过去了。最后还是女儿照顾了苏南一晚。当晚，陆老爷子起不来床，派人送了3个亿的楼盘，写在了小少爷名下。全京城都知道，虽然陆燕倒下了，但他的儿子会成为下一代陆氏掌权人。月色中，2人睡得安稳。女儿坐在我身边，眼里满是希冀。妈，这样的日子真的很好。我摸了摸她的头，是啊，离婚后，女儿自学参加了成人高考，又进修了很多幼时错过的技能。尽管她一心还想要照顾苏南，但苏南坚定地拒绝了她。他说：“去追你自己的太阳，我在你身后为你撑腰。”他还说，这个世界因为有女孩，所以在不停开花。我看着襁褓中熟睡的小少爷，算了算日子，现在该开启我当保姆的第21年。本期故事已经结束，感谢各位朋友们倾听，辛苦点赞、分享、订阅，祝您身体健康，生活幸福。